那一年 MC 的世界遭遇了重创，植物大战僵尸与 MC 发生了时空重叠。这期我们将骑着玉米加农炮翻山越岭，使用超强植物阵容对抗抬棺僵尸的 BOSS。而这场筹备已久的战斗，真的会如我想的那样顺利进行吗？我真是小熊啊哈！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！看到我旁边这位小可爱，还想得起来咱们上期视频不？好家伙，这卤蛋可不是一般的牛啊！上期原本是想做出高坚果墙的，结果欧气爆发，直接做出了巨型坚果墙。通过测试，我们也是发现这颗大卤蛋，它的防御力提高的可不只是一点点。这就使我的脑海里萌发了一个想法：看着咱们院子里各式各样的植物们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去挑战 BOSS 了呀！即使遇到了什么危险，只需要往卤蛋里一躲。我操！常点赞冲1万啊！我们的感情不会淡。住口！点赞点了吗？点了吗？首先还是先把高坚果做出来吧，毕竟待会儿打小 boss 能多一个植物就是多一个帮手。有了高坚果以后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辅助。种出来以后，还是看他的表情，这好似便秘了1个星期的表情，应该就是2代里的高坚果了哈。那身高也是设定成了和咱们玩家一样的高度。当然，光是这样去打小 boss 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些危险的，因为我在测试存档试验的时候，即使放了很多强大的植物，但还是扛不住小 boss 召唤的小弟们。所以咱们要想不借助隔空取物干掉它，还得做更加充分的准备。讲到可以制胜的强大植物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前几期视频评论区有很多观众提到的猫尾草。猫尾草在原版游戏里强不强，似乎存在着一定的争议，不知道来的 MC 会怎么样。猫尾草需要找大夫买，所以咱们还得先把咱们的金盏花花园修好。感觉把植物存活调高到了7天，还是有些草率了呀。好在金盏花卡的冷却时间还没有久到那么离谱。Later， 花了一些时间后，终于是种完了。但就是我种花的这1天时间，我外面的植物又死了一堆。接下来挂机刷钱之前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准备，咱们可以给植物附个膜，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一些战力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游戏日，刷好了钱，开上玉米加农炮，直接出门找戴夫。最近的戴夫小屋离没多远，绕过了咱们家的后山就能看到了。哇，不得不说，有了玉米加农炮，跑图是真的方便，无视地形，随便爬，速度还贼快。从戴夫这买好了猫尾草，正好附近的僵尸小屋旁边还带着水池，猫尾草需要种植在睡莲上，咱们在这正好能测试一下。其实说到猫尾草，下意识就会和仙人掌对比，毕竟在 MC 里仙人掌也是可以朝4周射击的。但事实上我发现猫尾草即使在 MC 还是会比仙人掌更加能够适应地形，它的集火攻击的优势依然还在。咱们待会儿打小 boss 的时候可以感受到 OK， 既然猫尾草弄到手了，还多了高坚果的帮衬，咱们可以准备去打抬棺小队了。除了带上了充能钻石剑，还带上了一些有用的体验卡，危急时刻说不定可以派上用场。赶到抬棺 boss 的位置时已经天黑了。我之前的视频里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召唤抬棺小队是有原因的，这里是禅境花园，可以避免其他僵尸干扰，同时这里离家很远，即使有什么意外打不过抬棺小队，也不至于会波及到自己的植物花园。咱们连夜赶工开始放置植物，植物尽量以组为单位分开放置。一个小组的组成基本上就是地刺加高坚果加寒冰射手加机枪射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玉米加农炮，但是它不是针对贵族僵尸这个 boss， 而是为了对付小 boss 召唤出的抬棺小队，随便放了一些植物组合，时间就已经来到了第2天。但是这远远还不够，为了能够稳胜 boss， 我们需要继续扩大输出火力，毕竟一切的恐惧都是来源于火力不足。火力铺天盖地的一来，我管你抬棺小队抬的是什么。这样的潜水池正好还可以防止僵尸不讲武德先把我的睡莲蹭掉。除了种猫尾草，还要种高坚果，因为万一僵尸先锁定上了猫尾草，那就真的 GG 了。睡莲卡牌的冷却时间非常短，真的水陆实战起来感觉应该还是挺好用的。这样的话，我和椒盐的对战视频里好像也可以加入水面作战的元素了。大家觉得不错的话，就公屏发个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为了再稳固一下战斗，我还准备建造这样的高台。你别现在就开打喂，棺材打爆了 boss 可就出来了喂啊！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相比于仙人掌的一个小优势，就是可以对低处进行攻击，真正意义上的锁定攻击啊。这下打 boss 应该有一些胜算了吧？我操！同时我又不放心了，为了防止一开始就召唤小弟，我直接1桶岩浆浇下去。我操！战斗开始啊！贵族僵尸一出来就拽了个大嘴花下去。当然我们的猫尾草炮台也不是吃素的，趁着他墨迹的这回功夫，已经开始疯狂输出了。但是好家伙，我一个转头的功夫，突然召唤了一个小弟。跳上来就和另外一株大嘴花亲密的玩起了飞高高。但是远处的玉米加农炮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2颗玉米把它砸成了墓碑。再一个回头的功夫，我操，你这闪现的也太快了吧！可以看到这回虽然打了很多下，但是他连1割血都没掉啊！好家伙，眼看着大卤蛋危在旦夕了，我也是直接加入了战斗。我操！素晴らしい，可能是太重了，抛2下不抛了。不过他待会儿肯定要召唤哈，打赢了！
果然，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。我操！我之前测试的时候开始创造愣着没打过，主要是他会召唤抬棺小弟就很烦，然后抬棺小弟即使被打掉也会有墓碑，然后墓碑又会继续变出其他僵尸，导致直接满盘崩。打完了这个小 boss 后，我们的战利品除了一堆经验外，还有就是这个时空钥匙深渊，这个我之前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，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。在这里问问大家有没有懂的。不过这场战斗感觉就跟做梦一样，原本以为会是场恶战，结果突然就胜利了。我现在感觉我花了所有的曙光树苗，耗时2-3个游戏日，布置了这么多植物，好像有些没必要啊。结上加农炮回家吧，还挺舍不得这么多植物的。啊！求求别再说什么水桶装植物了。哎呀！OK， 那么观众朋友们，这期干了件大事啊！下期视频我们除了植物以外，还要去海豚小屋看看，毕竟之前路过了2次都没进去嘛。那么咱们点赞继续冲，这个系列不会中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